Hello， 我是战车，今天跟各位聊一聊魔疆的包布800。一周的骑行和拍摄时间呢，让我对这台车有了一些了解。由于网上已经有大量的博主在念数据，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，谈一谈这台包布800的优缺点。先聊聊优点。一呢是车子足够大，至少比各位在网上看到的视频和照片里产生的印象要大上一圈。二呢是车架的刚性足够强，在遭遇紧急制动和剧烈颠簸的时候，车架不会出现松散感和柔动感。三呢是重心足够低，发动机和后摇臂的布局给整车带来了极低的重心，它带来了弯道的稳定性，会让驾驶者在弯中更大胆的给油，轻松处理。四呢是声音足够好听，单边的双腔排气会让驾驶者产生一种超越800时排量的错觉。五呢是配置足够多，自动 LED 灯、车把、车座加热、无视系统以及显示内容繁多的仪表，甚至会让人觉得这台复古包包上不应该显示这么多的东西。六呢是续航足够远，29升的油箱，除了带来饱满的美观度，动不动就400-500公里打底的续航里程，绝对是够狠。再聊一聊不足。一呢是前制动略偏软，由于采用的是双碟盘和国产的下泵，制动时候第一口的力道感觉不够凶狠，需要把可调整的制动牛角往外扩张1档或者2档，这样通过更大的制动手柄行程来施加更多的刹车力，所以手小的用户可能会觉得有些局促。二是低扭略小，这台源自于高精的机器呢，本身就偏向于中后段，为了追赶时下的流行元素，采用了皮带传动，本身皮带传动就会对动力产生一定损失。如果驾驶者是有一定经验的车友的话，他会知道把转速拉起来再继续换挡，但如果是新手使用高档低转汽车的话，可能就会出现轻微的狂超现象。最后跟大家聊聊魔疆这个品牌。魔疆是较早由销售转为生产的企业，它的核心层呢基本都是玩车人，所以魔疆对用户的诉求点呢是深有体会的，这才能做到上面的6大优点。包括车型的售后，魔疆工厂也是恨不得能直接与用户对接。可以说这些年魔疆一直在非常努力的造车，但同样也是因为这样，它也进入了消费陷阱。最近这2年，当大家一窝蜂的在升级排量，走向高端，以求占据消费者的关注度的时候，整个行业的内卷突然加剧，加上这个排量用户群体数量又不够庞大，让所有的品牌都在这个叫好不叫座的排量区域里边血拼。包括800呢 4.58W 这个区域在同排量同类型里边算是别树一帜，但这个价格也同样会让很多经销商在出样问题上产生犹豫。比如山东的有几个市代理商就不愿意出样，因为一旦出样试驾，这台车子就要赔钱。这个排量的用户呢本身就小众，来一个用户，经销商恨不得拆一个箱就卖一台车，免得占用资金，并且经销商的手里呢大多不只代理一个品牌，就更不情愿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款车型上。而消费者呢看不到实车，无法参与试驾，很难感受到实物的震撼，最终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。所以随着疫情的好转，大家的行动也逐渐恢复如常。如果你预算不多，又不想跟菜鸟一样买一台小排量，在一群摩托车里被埋没，荷尔蒙作祟的你只希望用4个多 W 就可以感受类风声巡航，那建议你最好去有样车的大型经销商那里参与试驾。毕竟要买这个价格的车，也不差那110块钱的动车票了。等你见到了实车，亲自试驾了之后，你对这台车就会有更多更直观的感受。感谢济南玉溪团对本次试车的大力支持。这里是战车工作室，更多内容敬请期待。